儿臣其实没有什么居心，儿臣只是觉得，确实如六弟前日所言。六弟所言。宁毅，你又说什么了？我不知道我说什么了。二王兄是说，禀告父皇，儿臣只是前日聚会时说了一个笑话。你倒说来听听。若真笑了，即可免了尔等责罚；若你这笑话不好笑，朕今日必要小题大做了。是父皇。儿臣就是说，如若那大臣还有遗孤在世，那岂不是天生就没有太子了？楚王，你好大胆子！启禀陛下，楚王当殿非议太子，动摇国本，其情可诛。这分明是以下犯上，图谋不轨。臣请陛下严惩不贷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陛下，真是好笑。陛下，自六皇子归朝以来，多次在殿前妄言，可陛下却一再姑息，臣深恐终酿大祸，恳请陛下严惩不贷。父皇，儿臣知罪了。怎的，张都督，在这风云轩里，朕连个笑话也听不得了吗？微臣不敢。宁川，你觉得这个笑话好笑吗？回禀父皇，儿臣着实觉得这个笑话有些好笑。儿臣以为大成余孽贼心不死，如今又借哀帝九子之名招兵买马，妄图颠覆我朝，其用意昭然若揭。儿臣愿领命亲手剿灭大成余孽，心慈手软，治不得乱臣贼子，唯有国之重典，才可令贼人胆寒。儿臣一定向父皇证明，这就是一个笑话。父皇，此事发生在儿臣自己的封地，儿臣愿助太子一臂之力，请父皇恩准。哎，太子哥哥，六弟，前日告别的时候，你把哥哥吓坏了啊！怎么样啊？身体有没有好些？自打父皇辞婚以来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这身子就不爽利。不是为兄的说你啊，以后那种风月场所还是少去吧。你要好好保重身体。你看，你现在正在得父皇的圣宠，是不是？前几日我们弟兄聚会，父皇反而倒问你怎么样啊，一切可还安好？是不是？以后我们这些做兄长的都指着你，在父皇面前多多美言呢。太子哥哥，父皇只是非常关心我的病情，没问什么其他的。好，陈太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您先走，太子哥哥，我缓一缓，保重啊。哎。就是身体不爽利。
今夜来访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我又不是你的大花，你这么看着本王，本王甚是难堪呐。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我方才只是在想，在我辅佐殿下登上天子之位，成为一代明君的路上，要埋下多少枯骨，断送多少深闺梦中人的性命，这一切是否值得呢？紫燕兄，一直以来，是你想辅佐本王成为一代明君，本王从未想过。我只想帮我三哥平冤，还他清白，这个就足矣了。殿下说的是，紫燕也是。答应你三哥，君子一言，一诺千金，我能怎么办？发生了什么？怪我儿女情长，忘了我刚才说的吧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方才一阵血雨腥风，像噩梦一般，为什么独独留下心愿手活着回来？你不觉得这事颇为古怪吗？发生了什么？殿下，启禀殿下，方才宫中派人传陛下口谕，要您立即进宫。有说明是什么事儿吗？属下多嘴问了一句，说是太子剿灭了血浮屠。方才的一场血雨腥风像噩梦一样，怎么就独独留着我活着回来？你不觉得此事相当古怪吗？金宇薇刺杀案本就是捏造的，哪里有什么血浮屠啊？可如今太子是如何发现的呢？太子哥哥果然英明神武，想那顾指挥使查了几个月，连血浮屠的一根毛都没摸着。太子哥哥一出手，直接就把他们老巢给断了。哼！六弟来了。楚王殿下，当我跟这些人交手的时候，我分明能够感到他们使的确确实实是血浮屠的手技与招式，而这些是燕王的手下万万不能做到的。辛某能够确认，这次的刺客真的是血浮屠。送人质。儿臣参见父皇。都凭什么？见父皇。启禀陛下，太子殿下谋略双全，在帝京布下眼线，顺藤摸瓜，一举捣毁血浮屠的老巢。13具血浮屠的余部，均被太子殿下率部斩杀。儿臣终不负父皇所托。这血浮屠老巢不是在燕州吗？怎么竟突然出现在帝京了？回禀父皇，这不过是他们为了掩人耳目的雕虫小技罢了。所谓的大成遗孤，所谓的复国，通通都是幌子。不过是这几个血浮屠残部，对顾指挥使怀恨在心，决意报复。也是儿臣失察，赶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设下了埋伏。不过还好，儿臣及时赶到，救下了顾指挥使。但是，金宇卫死伤惨重，还望父皇恕罪。太子殿下过谦了。顾指挥使统领金宇卫多年，连个埋伏都辨别不出来，是该让他吃些教训了。父皇，这些就是太子殿下一举剿灭的血浮屠余孽，您看。还，他脸上那痦子，
生得跟怪物一样，谁会要他？启禀殿下，昨日一共有13名耕族失踪了。还请父皇重赏。太子殿下，奴婢就要唐突，当前惊了圣驾。是，儿臣唐突。好，甚好。剿灭13名血浮屠余孽，的确是大功一件呐。朕恍惚记得，大越送了几匹离马，可有此事啊？启禀陛下，确有此事，不过不是大越送的，是邱尚奇邱都督与大越谈妥马氏的安置。这可是我们第一笔交易。川儿也是尚武之人，就将这几匹离马直接送到东宫。儿臣谢过父皇，你也辛苦了。儿臣不敢，这是儿臣分内之事。剩下的事就交由楚王继续查处吧。啊？儿臣遵旨。父皇，儿臣不明白。前朝余孽兹事体大，楚王还需谨慎行事，不可再如太子这般鲁莽。大成遗孤，到底是一场闹剧，还是有人暗中捣鬼？朕要的是真相，不是这一时三句不能开口说话的尸体。是父皇。父皇，陛下圣明。楚王殿下肩负重任，若有需要之处，臣定将全力配合。摆驾回宫。恭喜太子哥哥，恭喜！殿下，真了不起啊，太子哥哥。二位殿下，卑职无能。这血浮屠一案，卑职追查数月，却毫无线索。似乎这血浮屠乃凭空出现，又就地消失。唉，卑职还得仰仗二位王爷。这位是有伤在身，不必拘礼，先请坐吧。卑职不敢僭越。行了，顾指挥使，在本王面前就不用拘着了，又不是第一次来你这儿，跟平时一样。坐吧。孤言谢过二位王爷。说吧，要怎么查？既然六弟找本王来帮忙，本王也不会藏着掖着。顾指挥使，你是真的没有线索吗？真的没有线索。怎么？六弟还怀疑顾指挥使有所隐瞒？金宇卫查找血浮屠余孽，惨遭暗算，数十位兄弟丢了性命。本王相信，顾指挥使你比任何人都希望查出血浮屠背后是什么人在捣鬼，对吧？但本王同样怕的是，有人刻意对你隐瞒真相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啊？这是太子殿下直接安排的行动，事先本王什么都不知道啊。
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楚王殿下意有所指，卑职倒也是明白得很。虽说我顾某无能，但是执掌金宇卫10数载，我至少明白一个道理：这查案讲的是真凭实据。如果楚王殿下只是凭着无端猜测、空穴来风就想大做文章的话，那顾某只能向陛下请罪。我金宇卫没有这个本事。好，说得好，顾指挥使果然是名不虚传，识大义，讲气节。刘迪，听见了吗？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，咱们就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。顾指挥使，本王给你一个主意，也许可以帮你拨开云雾见青天。哦，若果真如此，那卑职先谢过楚王殿下。指挥使之前说，血浮屠凭空出现又就地消失，但只要是人活在这世上，总会有些亲朋旧交吧？不可能真是雁过无痕吧？楚王的意思是？本王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我手上有这些尸首，所以总可以找到那些认识他们的活着的人吧。楚王殿下言之有理，虽说这法子好似大海捞针，却也好过毫无头绪。那卑职立刻去办，陈尸于衙门外，再张贴悬赏的布告。若是有人能把他们认出来，不行。赵王殿下有何不妥吗？不妥，非常不妥啊！有何不妥呢？此事兹事体大，对，兹事体大啊！不能如此草草的决议啊，不能如此。兹事体大，哎，王兄，那本王就来揣摩一下。王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可好？啊，陈尸之举太过血腥残忍，有违父皇以仁义治国之用心，可对啊？对，本王就是这个意思，啊，父皇宅心仁厚，对大臣旧臣也是多有怀容。哦，朝中不乏像顾指挥使这样的两朝重臣，如此陈尸之举，令他们看到难免心寒呐。赵王殿下，此言差矣啊。卑职倒是赞同楚王。吴哥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王帝差点失了分寸，万一父皇有日会责备我。多谢王兄提点。啊，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。本王这也是为了六弟好嘛。为了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二位殿下，能给卑职一个明示吗？王兄，布告，你们照贴，广集线索，那总是好的。陈尸就不必了啊。当然听赵王的，听赵王的。卑职立刻去办。王兄，还是你周到啊！找去看看。血浮屠，
哎，这血符图是啥？这你年轻人不知道啊，这可是大成年间的事啊！大成还有遗孤，不都说是假的了吗？嗨，你管他是真的假的呢？现如今可是太平盛世了，谁还会关心他前朝的？哎，如果能关心得着，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这可是1000两黄金的赏金呐！1000两黄金？哎，你说你会不会是血符图啊？我举了你，会不会有1000两黄金啊？我看你才像呢，不如你就是那大成遗孤，价值1000两黄金，我把你举了，赏金分你媳妇儿一半。那行，就算是一半啊，也是我一辈子都赚不到的呀。行了行了，别看了。这过不了几日，指挥使你就要费心甄别各色的血符图和大成遗孤了。如若这一切真是大成遗孤所为，指挥使，你会作何感想？请。顾某万不敢劳动王爷后代，殿下若无他事，臣告退了。如若这大成的九皇子当真在世，指挥使，你心里是否有几丝宽慰啊？楚王殿下何出此言？顾某当年为何背叛血符图？我想殿下比这世上任何人都要清楚。当年你是因为子嗣而背叛血符图，助本王缉拿大成遗孤。事成之后，你我2人本应该是功臣。但本王重伤醒来之后，你已经是太子殿下的入幕之宾，而本王已被父王摒弃。这10数年，大成遗孤竟然出现，而父皇偏偏又让本王来查此案。指挥使，你说这是因果不虚，报应不爽吗？楚王殿下，您这番话，无非是想让顾某再次背叛太子而已。像我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，本来就应该得到报应，不劳殿下费心。指挥使，这些年，本王一直在帮你追查失散的妻儿，以表达本王对你的愧意。这是顾某娘子之物。是一心全无。此物为何会在殿下手里？本王一直在帮你寻找啊，只可惜找到了这香包，其他的本王会继续帮你追查下去。只不过此事你也不要指望太子了，他的心思只在皇位。如果他真有心，你也不会18年还不能与亲人团聚。太子是何许人也？顾某18年前就看得清清楚楚。殿下说的没错，太子一心只在皇位。那您呢？
您又是何许人也？您自己看清楚了吗？一个8岁的孩童，拿着别人妻儿的性命做要挟，逼他成了一个叛贼，害死了自己的长兄，还要以一个尚在襁褓中婴儿的性命来换取太子之位。那是你的妄测。当年父皇答应了本王，若劝降成功，会保住你兄长跟婴儿的性命的。妄测！天圣的皇帝陛下，当真容得下一个忠于大成的臣子吗？又当真容得下大成的遗孤吗？您可是想说，8岁时候的殿下，尚且是一个天真的孩童？大成遗孤和你儿子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太子之位，与一个陌生婴儿的性命比起来，楚王，您会如何取舍？扪心自问，您和太子又有何区别？殿下，若没有别的事，吩咐微臣，微臣告退了。8岁的宁毅，8岁的宁毅只有8岁。如指挥使所说，他确实是一个天真，自以为自己懂了一切的无知的孩童。母妃。但之后的18年，重重变故，他学到了很多，比如那活生生一条条的性命意味着什么。指挥使，听令。臣在。金宇威，从今日起，全天暗中监视赵王明言，不得有误。若有半点泄露，军法处置。殿下说来说去，不过还是兄弟博弈权位之争，暗中调查皇子，此乃犯上之举，恕微臣不能听命。金宇威属10位同袍，因为顾指挥使你而丧命。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你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你不想告慰这些无辜的亡灵吗？你想？你想？能劳明洞京师的花魁朱茵姑娘相邀，我辛某哪敢不来呀？辛彦手，哎，朱茵姐姐都在了。不过是些子奇技淫巧的谋生玩意儿，哪比得了新少保？天机子高徒，文韬武略，那才叫名动京师呢。哇，
您姑娘这好口才啊，让人看上去咱们俩倒是一对才子佳人呐。新少保可不要吓唬奴家，您家中那位大花夫人，奴家可惹不起。哎呀，你快别嘲笑我这可怜人了。今晚上为听朱茵姑娘一曲，我不小命都豁出来了。您这条老命还是留着吧。今夜邱都督宴请长海，请我过府作陪呢。哦，这邱都督跟长海走动越来越勤了。还不是因为你干的好事。嗯，你可真够毒的，竟给人家姑娘找了这么个克夫克子的天煞。那谁晓得，一不高兴就把自己丫鬟卖到教坊司去，这么毒的小娘子，就得给她配个毒命。我这叫替天行道。好啦，新少保，知道今夜您要大驾光临，奴家可是特意为少保安排了一位妙人。哦，可谓是才色艺样样顶尖，少保可欢喜呀？欢喜，当然欢喜。这妙人在哪儿呢？哦。哎呀，弦弦掩抑声声思，似诉平生不得志。姑娘能否出来一见呀？姑娘这是何意？我不是害羞了吗？转轴拨弦三两声，未成曲调先有情。姑娘，这是让我进去吗？啊，那好，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真是个妙人啊！那在下都吓坏了。太子眼前遍布京城，本王要调查血府图的真相，还是小心为妙吧。既是小心为妙，就别再一口一个本王，还是换换称呼吧。那客官认为本王应该如何称呼我自己呢？客官能否坐下再聊呢？那就客官请坐吧。小娘子把汉轻服了，奴家以为如何呀？本王认为这个甚好，甚好。嗯。我们一会儿要跟武姨娘品茶赏月，阿娘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说那武姨娘对长姐做出此等阿杂之事，这怎么还有脸见咱们啊？这是夫人的意思。浩儿说的对，该难为情的是他，不是我们。那咱们等会儿见面说什么呀？啊，总不能当成什么也没发生过，还一起夸夸茶香啊，赞赞月明。浩儿，我们还真就得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你听见了吗？那他要是再……孟浩，这就叫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你是不是觉得那些尸体有些蹊跷？不但蹊跷，我还认为明年已经明白这其中的蹊跷。好，那我这就派人暗中去调查此事。不过宁言如此鲁莽，他要是真的知道了什么，很快也会露出马脚来的。此次就不劳烦紫燕兄了，已经有人代劳了。哦，这么说又有什么能人志士拜倒在了姑娘的石榴裙下呀？哎，顾言，你说服他了？嗯。说服，哈，当年确实是本王逼他反了大臣，又累他兄长跳崖殉国。推己及人，换作是我，这样的死结也是很难解的。
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去调查宁言？倘若他跟太子勾结在一起，那不是给了太子防范之机吗？高手对局，拼的是一个谋略的布局。有些时候还是要赌一下的。本王就要赌，太子心狠手辣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我还赌，我赌那顾言对他同袍有肝胆相照的兄弟之情。但是本王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可以收服他，但前提就是他自己发现他自己的真相。那是赌输了吗？意外得到一枚棋子，弃了就弃了。为了顾言，本王觉得值得。好啊，姑娘虽身处教坊司，倒是颇有几分明君之相啊。哦，客官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当然满意。谁？新少保，可还满意我们这儿新来的官人啊？满意，满意。肤白貌美，技艺纯熟，令在下流连忘返，乐不思蜀。不是说好了去邱府，出了什么事？不好说。邱都督差人回了我，今晚不用过府了。哦，说是常海请了邱都督去常府一聚。邱某见过长公。邱都督来了，跟常某过两招，切磋切磋。邱某不敢。邱都督这是怎么了？畏畏缩缩的，是把武德二字视为玩笑，还是瞧不起我常某人呢？既然长公那么看得起邱某，邱某得罪了。长公饶命！饶命！自打你暗自收留令妹之日起，邱都督的性命就已经搁在这剑尖上了。长公既然已经都知道了，那陛下是不是也因为此事才取消赐婚的？我邱某这么多年来，对你、对常家，那是俯首帖耳、忠心耿耿。求长公救我邱氏一门性命。那就要看，在你邱都督的心目中，是你邱家一家老小的性命重要，还是你们兄妹情深重要？这个是大越国送给老爷的新茶，是他们那边的特色。这个味道呢是有点奇怪，不过你们也肯定没有喝过，我就当是来给大家尝个鲜好了。如果你们不喜欢，春姐，干嘛呢？有苍蝇，你没听见啊？啊，有啊，这不知道哪儿来的玩意儿在这嗡嗡嗡，这烦死了！这个就苍蝇在哪儿啊？来，去拿东西来扇扇。让你再吵，让你再吵。哎呀，别动，飞了，在这儿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打死你我！嗨，哎，我的屋里，阿娘。
老爷回来了，快请老爷上座，陪我和妹妹一家坐下喝喝茶。这一家人虽然都在一个府里，但也很少聚聚，说说话。知微和浩儿今年有18岁了吧？是。一晃眼啊，如今已是天圣18年了。想着为兄和小妹是这般年纪的时候，却是大成18年间。真是世事变迁，人生无常啊！长兄，你今日何来如此感慨呀？于小妹来说，日子都是一样的过。如今，我也只剩下为人母的期盼，盼着知微还有浩儿啊，能够早日成家立业，平平安安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先是血浮屠，如今又闹出了大成遗孤，哀帝9子，哪一个不是和你那个亡夫有着莫大的干系呀？如今陛下取消了婚约，你别忘了，夫人地上的庚帖，那可是凤知微呀。仅凭一副庚帖，陛下又怎会得知知微的身世？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这眼看着就要清明了，之前姨娘做事莽撞又粗心大意的，这么些年来清明祭奠先人，居然把知微和凤浩的阿耶给落下了。哎，不知他姓甚名谁，忌日又在何时？奴婢之前做事多有得罪，就让奴婢为凤家做些什么，好将功补过吧。吴姨娘的心意，明英心领了。只是当初是明英有辱门风，还请吴姨娘不要再提及此事吧。哎呀，时过境迁，再怎么说她也是一双儿女的阿耶呀，理当要的。住口！这是我的意思。邱府上下，任何人不得过问此事。你要是再多嘴，我就把你送去和刘管家作伴。是，玉华不敢，玉华知错了。好了，玉华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要想将功补过，那就莫不如为知微和浩儿各自寻摸个好人家。对了，陈府，我记得陈府好像有一对龙凤胎的双生子，论年纪嘛，应该和知微、浩儿相仿。夫人提醒的对呀，陈家乃是书香门第，那对龙凤胎呀，奴婢也是见过的，真是长得一模一样啊！要不是一个穿着女装，一个穿着男装，我还真分不清楚。你们说有趣不有趣啊？姨娘，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？我说你俩怎么一点儿也不像呢？有吗？挺像的呀。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，这也是寻常事嘛。既是双生，怎会有这么不像的呀？五姨娘，你东拉西扯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今日你到底是来赔罪，还是来造谣生事的？上回你安排那刘管家做出那起子阿扎勾当，怎的？没如了你的意，不甘心吗？如今又想往我阿娘身上泼脏水吗？啊，原来你竟是这个意思。吴姨娘，怎么？上回
你还没吃够我的拳头吗？哎，玉华，你给我退下！老爷，让你退下。今日，我邱某只想一家人静静的品茶。你一个妾室，本不应该坐在这儿。老爷，奴婢伺候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为了一群外人羞辱奴婢！来人，带去。是。老爷。你家相公还没回啊？没有啊，这工地我都找过了，可他们非说他不在那儿。那你现在去哪儿找啊？不知道，我这一想到他安危难料的，我在这家里万万待不住。我先走。就是这儿。秦爷，你们是不是找到我家相公了？就是他，给我抓起来！是。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自己谋杀亲夫，却还在这贼喊捉贼！谋杀亲夫？你说我相公死了？带走！哎，走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冤枉我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冤枉我！放开！我怎么会死？放开我！殿下，那名民夫已经被收押，药已都准备好了。好，先下去吧。是。再用点力。是。吃饭了。我是冤枉的，我丈夫怎么会死了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，我冤枉的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我不要吃饭，我要见青天老爷，我要见他，我要申冤。行，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你先老老实实把饭吃了，我就带你见青天老爷。你得吃饱了，才有力气申冤呢。我吃饭，你就带我去见他。好，我吃。带走吧。主子，如何呀？他们要杀人。救下来了吗？嗯。
调好了毒药，扮成运尸人直接扛了回来。有人发现吗？有。你怎么如此大意呀？是太子的人，还是赵王的人？都不是，是宁城。也罢，看来他早就明白了。他明白了，阿丑不明白啊！堂堂一个王爷，为了何事竟要冤枉一个民妇杀夫？最后这是要杀人灭口吗？别问了，把那个民妇带上来，问问他，就该见分晓了。是。官爷，这是怎么了呀？是要带我见青天？老六，黑子。相公，相公，你醒醒啊！相公，你醒醒啊！这是怎么了呀？啊，是谁害的你们呀？你救下我，你让我一个人怎么活呀？相公，相公，是谁害的你们？青天大老爷，青天老爷，您给我做主啊！是谁杀的我相公？大老爷，你给我做主！青天老爷，你给我做主啊！老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拿着这些银两，远走高飞，不要再回来了。我不要钱，我不要钱！老爷，我要替我相公报仇！老爷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你替我做主！老爷，我不要钱，你替我做主！我不是什么青天大老爷，我也替你做不了这个主。这个仇，你报不了。忘了吧，拿着钱，好好生活。啊，走吧。老爷。相公。可怜这些羞屈的根族，死得好冤，无妄之灾。主子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照你的意思，那赵王看见尸体的时候，他也懵了，显然太子的这个计划是瞒着他的。可现如今，他这么上杆子的帮着太子擦屁股，这是为什么呀？老奴啊，当那狱卒的时候，养过一条看门狗，每天给他点剩饭剩菜，时不时的也逗他玩玩。这时间久了，也就腻烦了，便不再给他饭吃，就轰他走。之后呢？哎，这说来也怪啊，他就偏偏认定了我是他主子，不论打他骂他，他都不肯走，还变着法的讨好我。只可惜如今这条狗知道它主子天大的秘密，如若它还想去邀功，获得主子的欢心，那可就糟糕了。怎么讲？
他知道秘密，赶他走，不行吧？但是这主人要把他留在身边，但只要见到他就知道他是知道秘密的，那岂不是如芒在背，寝食难安吗？对，不过我认为啊，现在那条狗，怕是此刻正打算邀功请赏呢。宁晨，周大，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？这不是因为主子更聪明？切！宁川，我追随他18年，18年。谨小慎微，忠心耿耿，可结果呢？结果却让我的同袍兄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主子，爱仇也恨啊！弟兄们死的那幕，我永远忘不了。要不然，一个锦衣卫的指挥使和一个名副有区别吗？我来告诉你，没有。匹夫何以汉书？他是王，我是奴才。他是王，我是奴才。这个仇，我报不了，我报不了。修剪好这边，再去把那边修剪一下啊。姑太太早。早。你这是要出门啊？小的给您备车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昨天夜里没有睡好，去找郎中敲几副安神的药方而已，不远。一早去看郎中，可是病得厉害。吴姨娘早。早。看你这样子，昨天晚上是没睡踏实啊？怕是以后都睡不踏实了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刚才姑太太也说昨天晚上没睡踏实，这不着急着去找郎中开药去了。邱明英去找郎中？是啊。这么早？小的也正纳闷呢。他是往哪个方向去的？小的没细看，刚走。吴姨娘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让小人给你备车吧。不用了，我也去找那个郎中开几副安神药。这是什么郎中啊？这么早啊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来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
现下连长兄都开始怀疑，怕是皇帝发现他收留了顾恒的遗孀，这才取消了赐婚。这便是杞人忧天了。若皇帝当真发现了什么，他丘尚奇还能做都督，你还能来这里？我也是这么劝他的。可是昨天晚上有一件事情，更加让我心忧。那吴姨娘竟然开始怀疑，知微和浩儿不是双生子。好在长兄听了这话，倒是不以为意。像他一个姨娘，即便起了疑，也翻不出什么浪来。这还真不好说。来，扶一把，扶一把。哎呀，活该！哎呀，怎么说话呢？那可是1000两黄金。哎呦呵，哎呦，你说你知道人大成遗孤多大岁数，你就去诬陷人李寡妇才8岁的儿子。你说，那大成遗孤到底多大岁数？我告诉你啊，想当初咱们陛下攻入皇宫，大成血浮屠的总头，也就是抱着刚出生的哀帝9子，就现在说的大成遗孤，刚刚逃出皇宫，就被太子爷一箭射杀，坠崖而亡了。哎，等等，这位老哥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血浮屠的总头抱着大成遗孤，被太子爷射杀了。哎呀，是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功劳，大皇子才坐上太子宝座的呀。先是血浮屠，如今又闹出了大成遗孤、哀帝9子，哪一个不是和你那个亡夫有着莫大的干系呀？难道是他？哎，这位老哥，您可知此人姓甚名谁？可有妻儿？现在何处？这个名字我倒是记得，叫顾恒。至于亲人嘛，哎，我若是知道了，我还在这茶摊待着，我早去领那1000两黄金去喽。既然那个顾恒抱着大成遗孤被太子爷射杀了，为何现如今还要有悬赏呢？这个说是什么假冒的大成遗孤，哎，这哪知道啊？哎，你说那成人死了是假不了，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哎，谁知道他是谁呀？这不是。哎，我说，你哪儿来的夫人？你跟他瞎扯什么呀？别倒水了，没告诉我那大成遗孤到底多大岁数了？现如今是天圣18年。啊，你说那大成遗孤该多大岁数啊？可不是18岁。差不多也。哎呀，18岁，都是18岁。哎呀，怪不得，一点都不像。这个真好看。嗯，也衬得上你的皮肤。好看吗？嗯，这个真好看。这些个蜀锦，各位姑娘可还满意啊？六郎带来的蜀锦哪有不满意的呀？就是，看着可喜欢了。让我看看。这数日不见你就面庞丰腴，看来兰香院的饭食不错嘛。啊？谢少宝，你来啦？来啦！怎么就你们3个姐妹啊？那你贵宾不这儿陪着？哟，楚王殿下，真是巧啊！哦不，六郎，小裁缝，你看你这是花团锦簇，风光无两，紫宴有礼了。啊，免礼免礼。嚯，要说风光，怎么比得上你们太子爷呀？又立了大功，父皇又赏了大月的礼马，应该是很舒心吧？舒不舒心，殿下过几日自己就知道了。告示贴出去以后，立刻弄得是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。结果呢，这金宇卫的门槛都快被骗子给踩烂了。看看，少保这话虽然不中听，但也确实是实情。本王真是，唉，这苦差事，伤透了本王的脑筋啊！六郎可真是犯愁了呀！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难事儿呀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下一次啊，起码给你带一好。哎，谢少保，
都说您是诸葛在世，这天下就没有您解不开的难题。对哦，不如少保给六郎参谋参谋，出出主意。我给六郎不合适。少保啊，来，参谋参谋。对，我们去屋里。那殿下这一会儿奴家一会儿裁缝的，让辛某真的有些赶不上殿下变化的脚步了。你着急找我来，没有时间安排。子言兄着急什么呀？太子今日急召顾言前去东宫，这也是情理之中啊。召见顾言，打探我查案的虚实，有什么值得着急的呀？那万一顾言跟太子和盘托出，你可留有备手啊。没有啊。对呀，那我怎能不急呢？哎，你不要忘了，太子曾经对宁巧做过什么？你是说他会对本王不利？担心对本王不利，若是太子知晓你手里捏了他这么大一个把柄，就是他今夜对你动手杀人灭口，子言都不会感到奇怪。子言兄说的有道理，但本王选择相信顾言，他一定不会说。好，相信，我们一起相信，天下太平，平安无事，非常好。来，子言兄，怎么样？我的姐妹们办事可还妥帖？妥帖得很。怎么？可是担心姑娘们走漏风声？放心吧，倘若有人问起，只说是六郎想找少保参谋一二，知道少保不乐意，才想了这么个辙。即使那边知道了，也是合情合理的。不用担心走漏什么风声，反正楚王殿下也活不过今晚。出了什么事情？哎，道九，他吓唬你的，危言耸听。好，搁往日你可以将此称为危言耸听，今日大不相同了。太子手里握有真正的血浮屠，你要是死在血浮屠手里，他照样可以逃脱得一干二净。你们是怀疑太子豢养了血浮屠？不是怀疑，是本王选择相信，就是太子招安了血浮屠残部，暗自豢养，收为己用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无法解释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。而且那日袭击金羽卫的正是真正的血浮屠，这些血浮屠手段凶残狠辣，武艺高强，原本辛某万难逃脱，但结果你看，毫发无损。最主要是顾衍看似受了重伤，但是都避开了要害部位。而且正当其时，太子恰好赶到，直奔血浮屠而去。本来辛某想一同前往，不知怎么就被留下来了。再之后呢，太子就凯旋而归，截杀了全部血浮屠，而且既无一漏网，还无一活口。而且他带回的所有尸体，又恰好是连日莫名失踪的修渠的根族。太子豢养血浮屠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。朱茵，你想到什么吗？哪一切为了什么呀？朱茵姐姐，邱都督来了，点名是让您作陪呢。知道了，我这就过来。顾卿，伤势如何了？谢过殿下，臣身体已无大碍。殿下连日派人送来疗伤滋补珍品，臣感激不尽。哎，顾卿说哪里话？您与孤相交18载，虽名为君臣，但实则情如兄弟，不用这么客套啊。臣能有幸与殿下有这般的兄弟情谊，当真是前世积德修福得来的报应。顾卿，那宁毅追查血浮屠一案，可有什么进展吗？没有。
那可有什么线索？毫无线索。哼，就谅他没这个本事吗？嗯，顾京，来，我们吃酒。邱都督，你今晚喝得太急了，不如朱茵为你弹奏一曲，你听听小曲，咱们缓缓再喝，不迟啊。今天晚上不听小曲，不谈风月，喝酒，一醉方休。啊！那朱茵就陪着邱都督一醉方休。来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阿娘呢？都这么晚了。哎，没事，就在府里呢。刚遇见我还跟我说话来着。说话？嗯。有什么话不能一起回家说呀？其实啊，也没说什么。我呢，不过就是告诉阿娘，武姨娘在傍晚的时候又来找我赔罪来了，讨好的呗。啊，对了，还说要为你我姐姐俩置办这个生辰酒，反正就是啰里吧嗦问了一下咱俩的生辰八字。咱俩的生辰八字？嗯。哎呀，邱夫人跟武姨娘都知道咱俩的生辰八字啊。那不是还把我的庚帖当做邱玉露递给皇家了？说什么？怎么扯到皇家了？哦，没什么。那阿娘又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阿娘也没说。啊，好像是冲着武姨娘的催房斋去了。